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大陆眼科医生嫁到台湾后遇到的文化冲击。我这些年做红娘接触了不少两岸的婚姻案例，但这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爱情故事，更揭示了两岸在医疗体系和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。我们的女主角叫林雨欣，今年29岁，是一位技术精湛的眼科医生。雨欣在大陆某3甲医院工作期间，因为揭发医院收红包和过度医疗的腐败行为，被医院高层打压，甚至遭到了同行的封杀。最后，她只能在一家小诊所做普通医生，收入和地位一落千丈。我只是按照医德做事，怎么就变成了医院的敌人？雨欣常常这样问自己。压力之下，雨欣决定参加我组织的一场跨海联谊活动。就在这场活动中，她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陈医生陈家瑞，一位在台北某大型医学中心工作的心脏外科专家。家瑞是那种典型的台湾暖男，说话温声细语，做事认真负责，而且颜值也在线，身高180公分，戴着黑框眼镜，斯文又不失阳刚。最吸引雨欣的是，家瑞听完他的经历后，非但没有避而远之，反而表示十分佩服他的勇气和医德。医生应该把病患放在第一位，这是我们的天职啊！你做的事情很了不起。家瑞真诚地说道。两人聊得很投机，从医学伦理到人生理想，从工作挑战到家庭期许，仿佛找到了知音。几个月的网恋后，家瑞向雨欣求婚了，并邀请她到台湾发展。对雨欣来说，这既是一段新恋情的开始，也是逃离目前困境的机会。经过慎重考虑，她答应了。婚后，雨欣跟着家瑞定居台北。刚开始一切都很美好，家瑞的家人也很欢迎这位大陆媳妇。但随着生活的深入，雨欣渐渐发现台湾和大陆在医疗体系上有着巨大差异，这些差异让她感到既惊讶又困惑。那天是周日早上，雨欣和家瑞正在家附近的早餐店吃着传统台式早餐，蛋饼和豆浆。突然，隔壁桌的一位老先生捂着胸口倒地不起，快叫救护车！家瑞立即冲过去检查老人的情况，同时大声喊道。雨欣赶紧拿出手机拨打119，她心里很紧张，一边打电话一边想着，老人家看起来至少70岁了，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准备好急救费用。大陆的救护车可是要先收费的啊！救护车很快就到了，医护人员迅速给老人做了初步检查，然后将他抬上担架。令雨欣惊讶的是，整个过程中没有人向老人或其家属询问付款方式或要求预付费用。不用先付钱吗？雨欣小声问正在协助的家瑞。家瑞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摇摇头，当然不用啊，救人要紧，怎么可能先收钱？这个回答让雨欣有些惊讶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大陆的救护车服务通常需要预付费用，有些地方甚至明码标价，按里程收费。如果没有钱，救护车可能根本不会出车，或者会要求病人先付定金。回家路上，雨欣向家瑞详细询问了台湾的急救系统。家瑞耐心解释道，台湾的救护车是免费的，由政府负担费用，所有人不管贫富，只要打电话，救护车就会来接你去医院。急救是基本人权，不能因为钱的问题耽误救命啊！真的假的？那医院不会亏本吗？雨欣还是有些难以置信。不会啊，因为我们有全民健保制度，每个人每个月都会缴交健保费，生病时只需支付很少的挂号费和部分负担，大部分医疗费用都由健保给付。家瑞解释道，而且台湾的急诊分级很严格，真正紧急的病人会优先处理，不会因为有钱就可以插队。雨欣逐渐了解到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自1995年实施以来，已经成为台湾人引以为傲的社会成就之一。几乎所有台湾居民都享有基本医疗保障，不会因病致贫。怪不得你们台湾人这么有安全感。在大陆，我见过太多因为看不起病而延误治疗的案例了。雨欣感叹道。家瑞点点头，健保确实是我们的福气。不过，台湾医疗也面临很多挑战，比如医护人员工时过长、薪资不符专业程度等问题。这次对话让雨欣对台湾医疗系统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他决定深入了解两岸医疗的差异。
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雨欣一边准备台湾的医师执照考试，一边跟着嘉瑞去医院见习。他渐渐发现，台湾的医患关系比大陆和谐得多。有一次，一位患者因为对治疗方案有疑虑，和嘉瑞争论了将近半小时。雨欣本以为嘉瑞会生气，没想到他不仅耐心解释，还尊重患者，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治疗方法。你不生气吗？在大陆，医生的建议通常是不容置疑的。雨欣好奇地问，医患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啊。嘉瑞笑着回答，病人有知情权和选择权，我们只能提供专业建议，最终决定权在病人手中。雨欣若有所思，在大陆，因为看病难、看病贵，加上对医生的不信任，医患关系一直很紧张，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过伤医事件。听起来真可怕。嘉瑞皱眉道，台湾也有医患纠纷，但很少上升到暴力层面。我想这与我们的医疗透明度和沟通机制有关。雨欣点点头，还有就是两边的医院性质不同。大陆医院大多需要自负盈亏，所以会有创收压力，容易导致过度医疗，而台湾医院似乎不太有这个问题，也不完全是。嘉瑞解释道，台湾的健保给付其实不高，医院也有经营压力，但制度设计上限制了过度医疗的可能性。比如健保署会审核医院的医疗行为，如果发现异常，就会调查甚至处罚。这段对话让雨欣意识到，两岸医疗差异的背后是医疗体制的根本不同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雨欣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。他通过了台湾的医师执照考试，在嘉瑞的帮助下，进入了一家眼科诊所工作。然而，文化冲击并未就此结束。有一天，雨欣在诊所遇到一位特别的病人，一位操着浓厚台湾腔的老太太。检查后发现是早期白内障。阿嬷，您这是初期白内障，建议尽快手术治疗。雨欣专业的建议道。啊，现在就要开刀哦？老太太显得很惊讶，但我现在没什么不舒服啊。雨欣有些不解，虽然现在症状不明显，但提前治疗效果更好，恢复也更快。在大陆，我们通常建议早期介入。老太太却坚持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这时，诊所的台湾同事悄悄告诉雨欣，台湾患者通常希望充分尊重自然过程，除非必要，否则不愿意过早接受侵入性治疗。这让雨欣想起了大陆的病急乱投医现象，很多患者会同时跑多家医院，寻求最快最好的治疗方案，甚至不惜花重金。回家后，雨欣把这件事告诉了嘉瑞。嘉瑞笑着解释，台湾人确实比较保守一些，尤其是老一辈。我们相信顺其自然，能不开刀就不开刀，这可能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。但这样不会耽误治疗吗？雨欣问道。有时候会，但更多时候是找到了平衡点。嘉瑞解释，台湾医疗既强调专业判断，也尊重患者自主权，这与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一致，尊重个体选择。雨欣若有所思，难怪台湾人看起来不那么着急，对医疗决策也更加从容。在大陆，医疗资源紧张，大家都怕错过最佳治疗时机，所以显得比较焦虑，各有利弊吧。嘉瑞总结道，大陆的效率优势在某些急症上确实很重要，但台湾的人文关怀在慢性病管理中可能更有价值。这段对话让雨欣对两岸医疗理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他意识到，医疗不仅是技术问题，更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体现。除了医疗理念的差异，雨欣还发现，台湾的医疗技术并不像一些大陆人想象的那样落后。相反，在某些领域，台湾的医疗水平甚至领先大陆。有一次，诊所来了一位复杂的眼底病变患者，台湾同事使用的检查设备和治疗方案都非常先进，让雨欣大开眼界。我以为台湾经济不如大陆发达，医疗设备会比较落后呢。雨欣坦诚地对同事说，同事笑了，台湾的医疗器械大多是进口的高端产品，而且更新换代很快。我们虽然地方小，但医疗投入相当可观。回家后，雨欣向嘉瑞表达了自己的惊讶。嘉瑞耐心解释道，台湾可能在基建规模上比不上大陆，但在精密医疗、专科治疗方面有自己的优势，而且台湾的医疗质量很均衡，城乡差距没有大陆那么明显。确实，雨欣点头道，大陆的顶尖医院可能设备更先进，规模更大，但基层医疗和偏远地区的条件就差很多，
而台湾似乎各地差异没那么大。没错，这得益于我们的分级医疗制度和全民健保。嘉瑞解释，台湾推行家庭医师制度，鼓励轻症先到基层诊所，严重疾病再转诊大医院，这样既能减轻大医院压力，也能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分布。雨欣想起了大陆的三甲医院一号难求现象，在大陆，大家不管大病小病都喜欢往大医院挤，导致专家资源严重浪费。基层医院则因为缺乏病源和收入，难以提升水平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嘉瑞点点头，台湾也面临类似挑战，但通过差别定价等政策已经取得一定成效。不过说实话，两岸医疗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比如大陆的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比台湾快很多。这番对话让雨欣意识到，不能简单的用先进或落后来评价两岸医疗，它们各有特色，都在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。随着在台湾工作时间的延长，雨欣开始接触到更多台湾医疗体系的内部运作。她发现，台湾医疗最大的特色就是健保制度带来的普惠性和公平性。有一天，一位穿着朴素的老农来诊所检查眼睛，检查结果显示需要进行一项精密手术。雨欣原本担心老人负担不起手术费用，结果老人只需支付几百元新台币的部分负担，其余费用全由健保给付。在大陆，这种手术没有医保的话，可能要花掉普通家庭半年的收入。雨欣感叹道。负责结账的护士笑着解释，健保的好处就是大家一起分担风险，需要用到的时候不会造成家庭经济灾难。这让雨欣想起大陆的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现象。尽管近年来大陆的医保覆盖面不断扩大，但自付比例仍然较高，重大疾病依然可能让普通家庭陷入经济困境。不过，雨欣也发现台湾健保制度并非完美无缺，由于给付标准较低，许多医护人员工作量大，但收入不高，导致医护人员短缺，尤其是偏远地区。台湾医师的收入比大陆低吗？雨欣好奇地问嘉瑞。整体来说，台湾医师的收入在社会中算高的，但和欧美比确实有差距。嘉瑞解释道，不过台湾医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很高，医患关系也比较和谐，这些都是吸引人的地方。随着对台湾医疗体系的深入了解，雨欣渐渐意识到，两岸医疗的差异不仅是技术和制度层面的，更是价值观和文化差异的体现。台湾医疗强调人文关怀、患者自主和医疗平等，这源于台湾社会的民主传统和对个体权利的尊重。而大陆医疗则更注重效率和规模，这与大陆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发展的国情密切相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雨欣在台湾的医疗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他不仅适应了当地的医疗环境，还将自己在大陆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带到了工作中，成为诊所里的重要力量。一天，诊所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，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，父母带他来检查视力。雨欣检查后发现，孩子有严重的屈光不正，需要及时矫正。你们为什么现在才带孩子来检查眼睛？雨欣忍不住问道。这么严重的近视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和发展。男孩的父母面露难色。我们家住在花莲山区，离医院很远，而且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太好。雨欣立刻想到了大陆的情况，许多农村家庭因为经济原因延误孩子的治疗。他正准备告诉这对夫妇检查和配镜的费用时，台湾同事拿来了一份表格，这是健保特殊门诊申请表，还有弱势家庭医疗补助申请书。同事对家长解释道，填好之后，孩子的检查和基本配镜费用都可以由健保和补助金支付。雨欣惊讶地看着这一幕，在大陆虽然也有医保制度，但覆盖面和深度与台湾的健保相比还有差距，尤其是在儿童视力保健这类专项上。晚上回家，雨欣把这件事告诉了嘉瑞，台湾的医疗补助系统真的很完善啊，即使是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。雨欣感叹道。嘉瑞点点头，这是台湾社会长期努力的结果。健保制度虽然有不足，但确实体现了医疗人权的理念，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基本医疗照顾，不分贫富贵贱。大陆这些年也在努力推进医疗改革，建立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。雨欣说，不过因为人口基数大，发展不平衡，实现起来确实比台湾更具挑战性。
嘉瑞若有所思，两岸医疗各有所长吧。大陆在智慧医疗、远程诊疗方面发展很快，这些领域台湾其实可以学习。没错，雨欣兴奋地说，我在大陆时就参与过远程会诊项目，让偏远地区的患者通过网络获得大医院专家的诊断。台湾或许也可以加强这方面的应用。这次对话让雨欣意识到，两岸医疗各有优势，可以互相借鉴，共同进步。然而，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并未就此结束。1个月后，雨欣亲身经历了一场意外，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台湾医疗的认识。那天下午，雨欣骑摩托车下班时，不小心被一辆转弯的汽车擦撞，摔倒在路边。虽然只是轻微擦伤，但又脚踝扭伤了，疼痛难忍。路人立即拨打了119，救护车很快到达，医护人员检查后决定将雨欣送往附近医院。整个过程中，没有人向雨欣收取任何费用或询问支付方式。到了医院，急诊医生迅速为雨欣做了检查，确认只是扭伤，没有骨折。医生开了消炎止痛药，并建议雨欣回家休息几天，必要时再来复查。结账时，雨欣拿出健保卡，只支付了挂号费和药费，总共不到500元新台币，就这么简单。雨欣有些不敢相信，在大陆，类似的急诊至少要花上千元人民币，而且手续繁琐得多。回家后，嘉瑞得知雨欣出了意外，立即请假回来照顾她。看到雨欣平安无事，他松了一口气。台湾的急诊效率真高，雨欣感叹道，从拨打急救电话到治疗结束，整个过程不到2小时，而且费用这么低。嘉瑞笑了，这就是健保的好处啊。急诊本来就应该快速高效，不应该让患者为了钱的问题而延误治疗。雨欣点点头，我现在终于真正体会到了。在大陆，很多人遇到小意外会犹豫要不要去医院，因为担心费用问题。而在台湾，这种顾虑少了很多。健保确实是台湾的骄傲之一。嘉瑞认真地说，虽然制度不完美，但基本实现了不因贫穷而失去医疗照顾的目标。通过这次亲身经历，雨欣对台湾医疗有了更直观的认识。她不仅体会到了医疗便利性带来的安全感，也感受到了这个社会对每个个体的尊重和关怀。随着在台湾生活时间的延长，雨欣与嘉瑞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他们开始规划将来的生活，包括是否要孩子，以及在哪里定居等问题。一天晚上，两人在阳台上喝茶聊天，谈到了未来的计划。如果我们有了孩子，你想在台湾还是大陆抚养他？嘉瑞小心翼翼地问道。雨欣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，坦白说，我觉得台湾的教育和医疗环境更适合孩子成长。大陆的教育竞争太激烈了，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参加各种补习班，压力很大。但大陆的发展机会可能更多，尤其是医疗领域正在快速发展。嘉瑞补充道。雨欣点点头，确实如此。两边各有优势，也许我们可以让孩子在台湾接受基础教育，长大后再决定去哪里发展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嘉瑞笑着说，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，就是把台湾和大陆的医疗优势结合起来，开一家跨海诊所，同时服务两岸患者。雨欣眼前一亮，那太棒了。我们可以把大陆的高效率和台湾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，创造一种全新的医疗模式。没错，嘉瑞兴奋地说，再加上现在的远程医疗技术，我们甚至可以让两岸专家同时为一个患者会诊，实现资源共享。这个美好的愿景让雨欣感到无比幸福。他意识到，正是两岸的文化差异让他们的爱情更加丰富多彩，也为他们的未来创造了更多可能性。然而，幸福生活中也难免有波折。一天，雨欣接到大陆父母的电话，得知父亲突发脑梗，情况危急。他立即向诊所请假，准备回大陆照顾父亲。嘉瑞二话不说，也请了长假，坚持陪雨欣一起回大陆。这个决定让雨欣感动不已。回到大陆老家后，雨欣看到父亲已经住进了当地最好的3甲医院，治疗条件还不错，但医院人满为患，医护人员忙得脚不着地，很难给予患者充分的关注。嘉瑞作为心脏外科医生，主动与医院沟通，参与雨欣父亲的治疗方案讨论。他的专业素养和亲和力很快赢得了大陆医生的尊重。米先生不仅医术好，医德也很高尚。主治医生对雨欣说，他给你父亲制定的康复计划非常专业，比我们考虑的更全面。
雨欣感到无比自豪，她一直都是这样，把患者放在第一位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经过2个月的治疗和康复，雨欣的父亲病情稳定，可以出院回家休养了。临走前，父亲拉着嘉瑞的手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你救了我的命，也谢谢你这么爱我女儿。我原以为台湾医生水平比不上大陆，现在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了。”嘉瑞谦虚地回答：“伯父言重了，两岸医生各有所长，这次您能康复这么好，是两岸医疗共同努力的结果。”这段经历让雨欣的父母彻底接受了这个台湾女婿，也让嘉瑞对大陆医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回台湾的飞机上，雨欣靠在嘉瑞肩膀上，感慨万千。这次经历让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两岸医疗的差异和共同点。大陆的技术和设备确实先进，但在人文关怀方面还有提升空间。台湾的医疗更注重患者体验，但在某些尖端技术上可能略显不足。嘉瑞点点头，我也有同感。这次在大陆，我亲眼看到了互联网医疗的便利，病例共享系统也做得很好，这些都是台湾可以学习的。如果两岸医疗能够优势互补，那将是造福两岸人民的好事啊。雨欣由衷地说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的。嘉瑞温柔地回答，就像我们2个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却能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，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雨欣微笑着闭上眼睛，心中充满了幸福和希望。她知道自己不仅找到了一个好丈夫，也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和支持她专业追求的伙伴。两人的结合不仅是2个人的爱情故事，更象征着两岸医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返台后不久，雨欣和嘉瑞决定实现他们的梦想，开设一家结合两岸医疗优势的眼科诊所。他们利用积蓄和家人的支持，在台北市区租了一间店面，添置了先进的医疗设备。诊所的理念是科技温度、人文关怀，既引入大陆最新的远程会诊技术，又保留台湾医疗的亲切服务。开业当天，不少两岸医疗界的朋友前来祝贺，诊所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。林医师，作为一位从大陆嫁到台湾的眼科医生，您认为两岸医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？一位记者采访时问道。雨欣思考片刻，认真回答，我想最大的差异不是技术或设备，而是医疗理念和价值观。大陆医疗注重效率和规模，台湾医疗则更强调平等和关怀，这2种理念各有优势。我们的诊所希望能取其精华，创造一种新的医疗模式。那您认为两岸医疗有哪些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呢？记者继续问道。大陆可以学习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和人文关怀精神，让医疗服务更加平等、温暖。雨欣回答，而台湾则可以借鉴大陆在互联网医疗、医院管理效率方面的经验，让医疗资源利用更加高效。这段采访后来被多家媒体转载，引发了两岸医疗界的广泛讨论。雨欣和嘉瑞的诊所也因此成为两岸医疗交流的一个小窗口，吸引了不少两岸患者前来就诊。1年后，雨欣和嘉瑞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抱着女儿，雨欣对嘉瑞说，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拥有两岸文化的精华，成为沟通两岸的桥梁。嘉瑞温柔地亲吻妻子和女儿，他一定会的，就像你一样，成为了解两岸、连接两岸的使者。雨欣微笑着看向窗外，阳光明媚，天空湛蓝。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因为这段跨海婚姻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而她和嘉瑞的故事也将成为两岸交流中的一个美丽注脚。哎呀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林雨欣和陈嘉瑞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。我丽姐不禁感慨万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虽然在医疗体系上有很多差异，但爱情无国界，专业无壁垒。只要心中有爱，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，就能跨越一切障碍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说到医疗差异，我想分享一个小知识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实施已经快30年了，覆盖率超过 99%， 是全球公认的优秀医疗保障制度之一。大陆这些年也在不断完善医保体系，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率也已经达到很高水平。两岸在医疗领域各有所长，相互学习借鉴，才能共同进步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哦。
下期我会带来更多精彩的两岸婚恋故事，敬请期待。丽姐爱你们，拜拜。